待这个词很迷人，让人充满无限期待。如果我现在你告诉我有个人在等我，我会觉得很暖心。无论这个人是我父母也好，或者是我心爱的人也好，就觉得等待这个词就是很浪漫的一个词。其实这本书是在我很早以前我就看过了，大学的时候吧，也是朋友推荐的，说这本书特别的感人，说看过了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还看过他的电影改编的电影，小巴跟他的主人的那一段感情，其实是特别真挚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在下雪，然后小巴就等在那个雪里，就是你能感受到他非常的冷，非常的难受。但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还是望着那个车站的出口，这是让我觉得很虐心的一点。就哪怕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但他的精神还在支撑他。东京2月会下雪，3月也经常下，但对小巴来说，寒冷、大风，还有把他淋透的大雨都不算什么。每到5点半，他都会准时等在涩谷站门口，看着过往的每一位乘客。还有养一只猫，叫坚果，然后是一只短腿猫，是一个姑娘。因为我才把它接回来的时候，它很小，然后它只有这么小一个，然后它就缩在一起，就很像一只坚果，所以我觉得啊，那就叫它坚果吧。我第一次把它带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惊恐和不安。实话实说，因为可能这种小动物其实就是充满着不安全感。但是当我给它喂食，给它帮它顺毛的时候，它的呼噜噜，就是那种猫一高兴就会有呼噜噜的声音，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它已经接受我了。一直都想养一只猫或者是狗，但是爸妈就是会不同意。但我妈妈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妈就不准我养，就说特别掉毛啊，难打理啊。坚果现在已经取代了我在我家的地位了。就是我上次春节的时候回重庆家里的时候，我妈就还让它睡我的床。就是以前坚果是肯定不能上床的，因为掉毛。然后我妈居然让它上我的床，然后还把我的床让给了坚果。一旦你决定要养一只宠物的时候，其实他们的世界就只有你了。所以我们还可以有很多朋友，但是其实对于小动物来说，它的世界只有你。小巴以与从前相同的方式，开始了新的一天、新的一月、新的一年。每当夜幕降临，他就会回到旧车厢下，卧在铁轨间，闭上眼睛，开始做梦。他梦见在代代木公园的散步，梦见蝴蝶和上野教授，梦见花开的樱花树和教授愉快地唱起的歌谣，而梦见最多的场景，就是教授伸出手和他道别，让他待在这儿，在涩谷车站等他回来。正是这梦境给予了他力量和勇气，鼓舞他坚持每天来到车站，因为也许他一直盼望的那一刻就要来了。我小时候没有少挨打，就调皮捣蛋，有的没的，把衣服弄脏，每天都脏兮兮的回家。我跟我父母相处的模式其实就是一个父母跟孩子的相处模式，不算苛刻吧，就是严格。我妈一直都坚信黄金棍下出好人。我爸爸会从小其实都会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自己做的选择就不要后悔。我觉得这句话影响我影响我到现在吧。我跟我爸妈就是我们3个会有个群，就微信会有个群，他们会告诉我他们在干嘛。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好玩的，我会拍给他们。他们看到坚果有些好玩的，我妈妈也会发给我。我觉得亲人的意义其实就在这里，无论你相隔多远，其实那份牵绊是一直都在的。
10年的寒冷、饥饿、失落、挫败、绝望算什么？什么都不算，只要心里坚信能够再次见到上野教授，就什么都不算。我是不会做被迫的事情的，就如果你要被迫让我做一些事情，我会拒绝。目前来说，因为我认为只有你真正热爱一件事情，你才能把它做好。所以我目前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我热爱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就我们能做好的，那就是当下嘛。我交出了一份答卷，然后答卷给了我答案，给了我反响，仅此而已。没有一件事情是一步登天。我认为所有的成果，所有出来的结果，都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这个积累就需要坚持。怕的就是没有事情做，这是最可怕的。也有空窗期，会迷茫，会不知道长远的路到底在哪里，要怎么走。告诉自己活下去，其实每天都有每天的事情，就告诉自己现在那我要干什么。空窗不能就是这样白白的度过吧。健身那个时候胖150左右，减肥，多看看书，那段时间多看看电影，就多上课，表演课、舞蹈课、声乐课，那段时间其实都在进行，只是那段时间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空窗期。但是其实每天都有事情在做，我觉得这就够了。其实为什么我当时会觉得说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当机会来了，能不能抓住，其实就靠平时的积累。你好，小八。还在等他吗？哎，又见面了，隔空击个掌，哎，来了，握个手，请郑战跟大家先问个好。Hello， 大家好，我是金相印全球品牌代言人肖战，很高兴和大家见面。欢迎战战。哎，这次咱们见面的方式有点帅气了，户外的旷野的感觉，是特别的不一样。我们现在真的是在户外，各位在看我们活动的朋友们，不要怀疑，因为我真的能够闻到我们现场这种泥土啊，完全是1:1的复刻，对不对？你来到这片旷野，什么样的心情？就感受到了旷野的那种自由的气息，有一种很松弛的感觉，很松弛。我不禁的想到了一句诗，什么？走过了无尽的旷野。我就知道，才能够哎，请接下去说。看到我们，耶！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哎，我可以冒昧的唱2句吗？你可以吗？还是你要来？那我你可以接一句。你可以。走过了无尽旷野，才能够看到我们。哎，我真觉得好默契啊！因为在郑战的这个《我们》这首歌里面的最后一句歌词，就提到了旷野，对不对？是，没错。而且这歌词你有参与？当然。我觉得旷野它是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然后以及它可以让我放松下来。去看看大自然的那种广阔的天地呢，听听风声，然后听听水声，很纯粹的去放空自己，然后去感受大自然的那种能量跟生机。而且充满了一种跟大自然的连接感啊，没错。所以刚刚战战说的非常好，能够让大家获取能量。其实我觉得大家来到大自然当中啊，都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很纯粹的力量。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新相印非常用心啊，在新品的灵感和初衷上，就是希望带给大家这种疗愈的旷野感的一种印记。所以希望大家在每一次抽出我们新相印的纸巾，在用纸的时候都能够跃进旷野的松弛感。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仪式，来，哇，这是一个灵感的注入神器。我们要请代言人战战呢，把灵感滋润到我们今天面前的这个花丛当中，看看会有什么惊喜。有请。慢慢的注入能量。
哦，它来了，我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隆重介绍的心相印全新向野而生高端系列纸巾，掌声欢迎！跟着我们的新品一起亮相的，还有一个神秘的惊喜。站站，请转向你的左边。好，这是什么？这个看起来像是，我看看啊，像是一本灵感的指南之书。灵感指南之书哈，应该也是我们今天整个灵感发现之旅的一个说明探索。所以你能帮我念一下吗？我们要待会儿会去哪几个？我看看，第一站是看自然之色，定格旷野瞬间；第二站是触自然之感，轻抚旷野原声；第三站是品自然生活，旷野随手相遇。哇，听上去非常让人期待今天我们的旷野之旅。所以听说一路过程当中，你还有一个小任务要帮我们收集灵感的碎片哦。所以准备出发了吗？没问题，走，我跟着你，请站长先行，我们出发。好，第一站抵达了。哇，这真的让人好放松啊。来，请落座。看到我们今天的新生活向旷野的第一站啊，也是我们获取灵感碎片的第一站。这个面前呢，就是我们今天第一站，刚刚站长给大家介绍的视觉灵感看自然之色啊。向野而生这系列当中呢，我们的灵感刚刚介绍了，它都是来自于旷野当中的大自然的一些，比如说草木啊、花朵啊，给了我们很多能量啊。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把这个新品也带到了现场。那我们要请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大自然的植物的映照下，我们向野而生的这种自然的灵感。所以正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山野铃兰，还有我们的山野战绿。对，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把这个，灵感来源带来了，它是什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是铃兰。对，这是铃兰花本身。我第一次见它。是我也是第一次见本尊，对不对？对，铃兰本兰。对，什么感觉？它很像是一排那种小铜铃。小铃铛是吧？小铃铛，然后很漂亮，很优雅。而且就是颜色也非常的纯洁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很高贵。闻着什么感觉？淡淡的那种花香。所以给人一种非常治愈、清新的。对，没错，有一种就是很清新的那种高级感，然后还有一丝丝的空灵感。空灵感，仿佛是大自然当中就是送给我们的一个宝藏啊。所以我们来到旷野当中，就要去感受一下铃兰，然后看到了我们这个山野铃兰的来源。其实植物的气息，它也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有很多的关系啊。包括我们去到旷野当中，铃兰它的分布的地方就是位于北欧的地区，像是芬兰就把铃兰视为他们的国花。所以刚刚站长闻到的这种感觉，有没有那么一点北欧的感觉？再闻一下，干有了，北欧的山谷的那种气氛啊。其实讲到芬兰，其实也挺有缘分的，因为我们心相印100%的原生木浆的原产国之一，就有芬兰。是，很默契的这种，很奇妙啊。考你一下，你知道铃兰它的花语是什么？很多花都有花语。铃兰的花语，对，是什么呢？跟幸运有关系。幸运有关系，跟像铃铛、幸运有关。那就等于说是猜一猜，把幸运带回来。对，就是幸运回归的意思。就摇一摇，然后它就回来了。回答正确。来，我们听一下这个铃兰的声音。来，3、2、1，听到了吗？很有空灵的感觉。因为真的这个在法国啊，很多人都很喜欢铃兰嘛，所以他们那边呢就把这个5月的时候，铃兰一旦盛开了，他们就会互赠铃兰。其实就象征着好运的互相的传递。明白，来送给你。哎呀，真好！然后把站站这份好运也传递给镜头前的每一个观众啊。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能够一起收获这种好的运气啊。没错。考一下站站，那如果家里没有真的铃兰怎么办？那就用我们的心相印的山野铃兰了。对的，因为我觉得在家里面，其实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小细节的仪式感，包括你选择一个更加安心的、优质的、高级感的这个纸巾，你在抽取山野铃兰的时候，有种每次都在抽起幸运的感觉。没错，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面把我们的心相印安排上，所以就能够让生活当中更加的有好运相伴的这个寓意了啊。其实刚刚讲到
山野铃兰，它是带着一丝丝这种植物的灵感和铃兰的花香。另外一个，如果你是那种不太喜欢太香的一些纸巾的话，有什么选择？去选一些就是没有香味的嘛，比如它的原料里面可能会没有那么多花。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新品，我们的山野战绿啊，它就是来自旷野的生命力。非常干净，但是没有额外的一些香味，很适合比较喜欢极简风的朋友们去来用。看你在家里就把战战代言的这个心相印安排在每个角落当中，你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向野而生的旷野感。对，太开心了！我觉得用到这些优质的纸巾的时候，大家生活当中就会觉得对自己很好，然后觉得自己的生活的这种质感也会大大的提升。是，而且有一种安心感嘛。对的，就像心相印，让你的心。真的新生活向旷野安心起来。那下面呢，站长来到这儿，当然不能白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互动。我们这边呢给我们的新品安排了一个舞台，但是明显这个舞台还需要更加的有一些丰富的层次。对，所以在你的左手边呢，有没有闻到一些不一样的香味？对，有很多种花香，然后碰撞在一起的感觉。是我们准备了玫瑰，也准备了茉莉。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做这个山野铃兰系列的时候，其实在它的香味的这个搭配当中，不仅仅有铃兰的香味，也有玫瑰，也有茉莉，所以大家拿到之后可以去感受一下它那种很丰富的层次啊。所以现在可以用这些花材作为原料，任意的装点这个舞台，做一个花艺。对的。可以感受一下。好的，没问题。也正好我们一起放松一下。那第一步的话，肯定是需要我们的主角，铃兰。好运铃兰。好运铃兰。给装点起来。就靠它近一点吧。好嘞。让我们的舞台变得更加的丰富一点啊，更加的绚烂。其实我看到肉眼看我们的这个新品山野系列，它的包装都非常的精致啊。因为据说我们的这个设计都是邀请了国内很顶尖的这个设计师操刀来完成的。哇，好像铃兰在陪伴我们的山野铃兰系列一样啊。接着呢？接着就是我们的茉莉吧。好香。先闻一闻，先感受一下大自然，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一样啊，在旷野之中就很适合跟植物贴，然后感受一下。把茉莉也安排好了，哇，菊，小雏菊啊，小雏菊，就放旁边吧。这边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其实每一次心相印的新品的诞生，都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一个打磨啊。像据我所知，我们这个山野系列新品就经历了278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打磨。包括了42次植物灵感的这种调配啊，去迭代，然后让它的包装也经历了9次以上的推翻再来，就这个过程真的就有点像歌手做音乐做专辑，对不对？是。然后还有玫瑰，那玫瑰就放后面吧。好，一朵足以。一朵玫瑰足以啊。足以。好的，这个绿的。对。还有山野战绿，山野铃兰已经安排好了，是目前这个情况，对不对？那么山野战绿，我们的战会怎么给它来？那山野战绿的话，就让它比较素雅一点吧。好的，这叫尤加利，对不对？尤加利哈，对，尤加利叶。这跟它的颜色搭配是。来修剪一下，是，太长了。可以了 ，OK 了。好，那我们请我们的设计师战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设计灵感。首先是山野铃兰。山野铃兰的话，其实就是把各种原料的那些花呀，然后跟它搭配在一起。对，比如说铃兰本身，对，然后还有玫瑰、茉莉，还有小雏菊，对，尽量让它看起来比较的素雅一点，又没有那么的凌乱。是的，对。
那因为山野铃兰的包装花朵呢有向外生长的感觉，所以用真实的铃兰在这些位置上做一个衔接，有一种花从纸巾里面生长出来的生命力。仿佛每张纸巾里面都带着大自然的这种绽放的感觉哈。没错。好，接着就是我们的这个山野战绿。那这个山野战绿呢，它有一种很纯粹的生命力，所以要展示它很纯净的一面。所以就用一些很简单的植物去做了一些点缀。化繁为简的力量，太好了，顿时这个舞台就更加的圆满了。丰富了起来。你们可以出道了，你们2个新品正式出道。好，那我们今天第一站的这个体验，让大家去看自然之色，已经完满的完成了。那到底我们的灵感碎片在哪里呢？你可以去找灵感碎片了。在视线范围内都可能出现，是吗？那得好好的找一找，都不知道长什么样。我们让站站去转一转，看看这个碎片，我帮你一块找找啊，有没有可能在哪里？它是什么形状啊？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吗？镜头前的朋友，你们看到了吗？灵感碎片在哪里？真的不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它应该是跟我们今天的大自然相关的，可以找找。有吗？你那边有没有？找到了。真的吗？这么大的碎片，是不是它？上面写的是什么？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站站站找到的灵感碎片，应该是它啊。所以我们一会儿还会通过2站的旅行来把它找齐。我猜应该会拼成一个，应该像是一个拼图，一个什么图案的样子哈。是。好，所以我们第一站已经圆满成功了。我们接下来去到今天的第2站，叫做触自然之感。这边请。好的，又回到了我们的心相印大树底下哈。好，我们第2站呢就跟触感有关系了。其实当我们跃进旷野当中，比如说触碰到山峰啊、溪流啊、晨露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旷野其实也在用温柔的方式回馈着我们的感知。所以心相印这次呢，特别把这份来自旷野的轻浮融入到了向野而生系列的100%全棉柔巾当中，采用100%的新疆优质棉，带着原生纯净的力量，给我们一种柔软的触感。站站，你平时用棉柔巾吗？当然，我平时都会用棉柔巾。是不是用棉柔巾洗脸，整个之后就会，我真的觉得洗脸跟以前不一样了。它会比较的方便，其实我是觉得，而且比较卫生。对，所以棉柔巾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方便啊。像我们这次的新品100%全棉柔巾呢，也是采用了一个双开口的贴心设计，所以不管你是悬挂着用还是平放着用，都能够实现丝滑抽取。比如说在卫生间，你就可以搭配一个小挂钩，然后把我们100%全棉的柔巾挂起来使用，非常方便。那今天呢，我们要让站站来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你猜猜这是要干什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又是打保龄球吧？对，有点像保龄球的感觉哈。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些我们的洗脸巾也好，棉柔巾也好，其实有很多市面上的纸巾，它不见得能够那么的安全和达标。没错。你知道用到质量不好的这些棉柔巾，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很担心会过敏。对，因为我每到换季的时候，我的皮肤就会过敏所以我对洗脸巾的要求会更加的严格。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些棉柔巾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它的材质是不是够原生、够干净100%的全棉的新疆优质棉，让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更加的放心。那这边呢，就是一些大家不想遇到的，不好的这个纸巾比如说有什么？真的你可能有异味，然后粗糙。是易掉絮，我这还有一个荧光剂，易刺激，对，然后荧光剂那边那个是什么？最里边那个是易致敏易致敏，所以这些我们通通都不要，怎么办？我们要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这边呢是我们心相印100%全棉柔巾3个大球，你用它们把它们通通击垮，我们就胜利了。没问题，好不好？我看站站已经跃跃欲试了，我已经等不及了。看看你需要几个球能够击垮总共对面有6个困扰。我的理想是1个球。真的吗？一击致命。好了，那我们就请我们的代言人站站就位，向这些劣质的纸巾发起冲击。来了！哇，漂亮！异味，拜拜，荧光剂不可以，拜拜。继续。
好，意调序也被你打败了，怎么办？还剩下3个，哎，你可以找一个角度，把他们只有一次机会了，一次机会，完蛋了，完蛋了！你一定可以的。漂亮！我还准备过去把他们弄倒呢。完全不需要，你已经成完全不需要功的把粗糙的、易刺激的、易过敏的，通通打败了。质量不好的棉柔巾常常会含有化学添加剂啊，包括残留物，有的甚至还有荧光剂，所以这些呢都容易造成面部皮肤的一种刺激，导致我们的小红脸啊、过敏啊各种各样的症状。而心相印100%的全棉柔巾采用了100%新疆的优质棉，所以零致敏、零刺激、零荧光，所以医护级的认证让我们全家都可以放心使用，还原自然原生，带给我们自然又亲肤的状态。所以再次恭喜战战，太厉害了，跟他们永别啊 ，say 拜拜。say 拜拜。所以我们成功的把优质的心相印的100%的全棉的棉柔巾带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洗脸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用到安心的、健康的、放心的。那接下来，在这些废墟当中，你要去寻找我们的第2款灵感碎片。哎呀，暴露了，他已经那就嗯，那就辛苦你那就谢谢你了，粗糙。获得它吧。来，好哦耶，找到了，第2个灵感碎片已经被我们收集完成了，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迎接今天的第3站，出发吧！这边请。第3站，我们的灵感之旅。现在已经有2个碎片了啊，我们接着就是我们第3站的灵感之旅了。这是一个，这难道这是你家吗？啊，这不就是我的梦想之家吗？很多人的梦想的一个 house 啊，哦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mini 的一个2层的一个房子，里面有很多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空间。那我们要请战战呢给大家打造这个新的旷野理想家。哦，然后你可以从你左手边的这些家居的这些配饰啊、日常用品当中往里加。先从哪儿开始？那先从1楼开始吧。先从1楼开始。1楼的客厅，那客厅肯定是需要有沙发嘛。沙发，这颜色好好看。对，2个沙发，对，比较大自然。然后呢，客厅还有什么？客厅应该还有宠物吧？有个这儿吧，可爱的小狗狗，小狗。然后客厅应该还要有一个植物嘛？哎，这个安排的很合适。那客厅的灵魂在哪儿呢？那一定是需要山野铃兰了。哦，这是灵魂，真的，顿时整个就非常有质感。有了一种旷野的气息。那去完了客厅，还要装修哪里？我看看，那就应该到2楼了吧？好，2楼呢，这边是卧室。卧室的话，这个旷野之家真不错，还有阳台。确实是真好。那就加一个床头柜。哎呦，这滑动了。床头柜，床头柜上面肯定要有闹钟啊。闹钟越来越完整了。是。卧室就这样了吧？好的，打造完成。还有什么空间？我看看啊。再回到1楼的话，感觉一楼有一个书房，是吗？刚刚是山野铃兰在客厅，那么我们的书房，我觉得书房应该就正好有一个很适合的山野占绿。山野占绿，为什么？因为山野占绿，刚刚我们也提到，它没有气味，对，它比较的典雅，然后比较的纯净、干净，对，所以自己在看书的时候刚好能够沉静下来。没错，整个人。还差什么？好像还有2楼还有一个空间。2楼还有一个空间。洗手间。等一下，书房还可以放一个，我看到它了。唱片机对不对？可以放到书房里。可以。放哪儿呢？放这儿吧。而且这还是个黑胶唱片机。是。说到这儿，我们黑胶我还没有收到货。我也没有收到。你也没有收到？我还没有收到。真的，我当时就是手慢了一丢丢。是。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很期待验货的那一天啊！那我们的书房也安排好了，还剩下一个空间，应该就是这边有一个厨房，餐厅应该是。餐厅的话，那我先把这个咖啡机先放过来。好。
然后现在就剩下我们的什么了？哇100%全棉柔巾，放在肯定是要放洗手间了。洗手间，而且这个特别方便，只要把它挂起来就行了。啊，对对，放墙上就可以了。完美了。哇，再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旷野之家，通过战战的这个 DIY 的一个搭配啊，已经完成了。点评一下这个整个的 Dream House 的一个感觉，不错，非常的不错，可以复刻一下。对，而且它会让人真的觉得感觉虽然在家里面，但是有一种因为了我们的山野铃兰和山野战绿的搭配，包括这种绿色的一个色系的搭配，就很放松，是很简洁，很放松。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刚刚战战亲自给大家 DIY 搭配的一个旷野之家的一个理想家。目前每个地方都可以说是搭配的恰到好处，而且搭配了心相印向野而生系列之后呢，都添加了旷野的自然感受，所以可以说心相印向野而生系列不仅是高品质的纸巾，更加是打造了自然家居的理想选择，把它们带回家就像是把旷野搬进了家里。新生活像旷野。像你的话，如果日常在家里，哪个区域你会待的比较多一点？我可能客厅吧。客厅。客厅。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有阳台的话，可能阳台会很舒服，晒晒太阳很舒服的一个呼吸大自然和大自然做连接。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 Dream House 的组合了。那我们刚刚的灵感碎片，在这2片，还有1片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在这里。哇，这个真的是太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已经有3个不同的灵感碎片了。所以那就先把它交给我吧。好，然后我们一起去到我们今天开始的那个灵感之书面前，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用途。出发，有请。回到我们刚刚出发时候打开的这本灵感指南书哈，所以我觉得刚刚我们收集的碎片应该有用了。当然，你来感受一下，应该怎么来使用它？这个看看我有什么灵感呢？把我们的这个惊喜碎片、灵感碎片还原到，正好这个位置哈。是。果然，哇，这个好解压呀，这个过程。拼图的感觉。这就是为我而生。它亮了。灵感之书亮了。灵感之书亮了。哇，这个 logo 我们太熟悉了，正在给我们揭晓一下，它就是100%原生木浆。这个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心相印的活动的时候，没错，我们跟战战一起见证了，揭晓了，对它的这个发布哈，就是它代表的就是我们心相印全系的干巾都采用了100%的原生木浆，那这其实也是让我们大家在使用我们心相印纸巾的时候更加的这个放心，它其实也树立了一个行业的标准哈，所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呢收集了旷野的灵感碎片，那心相印呢用自然的原力还原了我们自然的气息，打造了向野而生的高端纸巾系列。那今天我们就将旷野的自然和我们生活的品质完美的融合，让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用纸的小瞬间当中都能感受到旷野的盎然的生机。那恭喜战战点亮成功！成功。好，那经过了我们3站的旷野体验，也要问一下我们的战战，你目前对向野而生系列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其实体验下来，我觉得向野而生和以往的相比呢，更有旷野的那种自然的生机。然后不仅适合带去户外，然后在家呢也能感受到户外的那种旷野的气息。是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像向野而生系列一样，再次感受到旷野的气息，得到放松。那今天我们的旷野之旅马上就接近尾声了，也要问一下战战今天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和大家分享？那我觉得旷野它不只是遥远的存在，而是一种，就像你刚刚说的和一种态度，一种回归本真、拥抱自然的生活方式。那心相印向野而生，将自然灵感融入生活，让家成为心灵的旷野。哇，希望大家的家都能够成为你心灵的旷野，说得太好了！再次感谢战战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品味自然气息，珍享品质生活。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有属于自己的旷野。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和我们代言人肖战一起迎接我们的新生活向旷野的灵感之旅。那今天的灵感之旅暂时告一段落，生活还在期待大家继续向旷野出发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